江家弟子江玄恭送3位老祖。第30章，若有不服斩之。江玄收拾了一下心情，准备离开精神空间。他没骗3位老祖，始祖传承他确实得到了，但其实也骗了他们。不仅不能让自己更快修炼至真神，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无法动用始祖传承。无法动用的这个时间段，如果他没有估算错的话，是正到成圣之前。圣人啊，在这个虚神都不出的时代，已经成了飘在玄天界上空的传承。等他正到成圣，还不知道得到什么猴年马月呢。更何况他现在只剩下不足300年的寿元了。始祖，真不怪你这传承流传不下去。江玄撇了撇嘴，忍不住吐槽道：“始祖传承强不强？很强，非常强，甚至已经强大到超越了现在的江玄所能理解的范畴。可是这道传承太过晦涩、深奥，蕴含大道智力，涉及时空隐秘，非常人可以参悟修习。不，就算是绝世妖孽，也未必能触及门槛。哪怕是他身负95浓厚之地，再加上3位老祖的舍身相助，他才堪堪摸到了始祖传承的一点真理。想要入门修习，却是没有半点可能。试想，这样的惊世传承，怎么可能流传得下来？别说如今的江家遭受连番大劫，诅咒迫害，天骄水准早已下降了数个层次。就算没有这些外在因素，以血脉天赋会世代衰减的规律，江家也很难出现一个如他这般妖孽资质的天骄。毕竟他现在的95血脉浓度是金手指的功劳。还有一点，江玄严重怀疑，同他血脉浓度一样达到95的，恐怕都没有参悟始祖传承。因为若2代祖执掌始祖传承，远古之时江家遭逢强敌侵袭，不至于会付出那般惨重的代价，强者近乎灭绝，传承几乎断层。咦？就在江玄准备动身离开的时候，心神中忽而涌来了5行逆势圣阵的感悟，不禁让人感到惊讶。大致了解了一番后，不由得笑出了声。这江乾坤果真是我的送财童子啊！旋即，江玄魂石离开精神空间，消失的肉身也随之出现，魂石归体。江玄缓缓睁开了双眸，入目，山祖和谷祖正像看稀世珍宝一样盯着自己。江玄连忙起身，躬身行礼，干笑道：“江玄见过山祖、谷祖，成功了。”谷祖强压着心头的激动，连忙问道：“江玄心头一动，怎么感觉2位先祖的反应有点不太对劲啊？难道我血脉浓度95的事已经暴露了？不能吧？”江玄心存谨慎，他还不愿暴露自己的血脉，这会引起其他脉乃至外敌的注意，刺杀玄机。江玄不好意思，有意思的笑了笑，颔首道：“回谷祖，成功了！我侥幸获得了江峰老祖的传承太极功图。”听到江玄说成功2字，谷祖差点都要兴奋的跳起来了。可紧接着竟然见江玄一手唤出了太极鱼，神情顿时凝滞着了。那兴奋到一半突然凝固的表情要多滑稽有多滑稽。山祖倒没有太多情绪波动，眯眼看着江玄手中的太阳。那太极鱼若有所思，心里有些无奈，这小子也太陡谨慎了一点吧，在他们面前也要这般藏拙吗？或是没有大道能力？又或许是因为江玄只是得到感悟，尚未参悟修习，他手中的太极鱼十分淡薄，比之方才江峰先祖传承具象出来的太极鱼简直是天差地别。但其透露出来的神圣气息却是做不得假的，这是一道极为强大的圣级传承。可是谷祖和山祖想看的明显不是这个，他们想知道江玄究竟有没有获得始祖传承。谷祖性子有些急切，就要直截了当地开口训。山祖却先一步以魂念拦下了对方，并传音道：“无论他得没得到始祖传承，他血脉浓度95这一点做不得假。他既然要谨慎一点，苟起来避免被仇敌刺杀，那我们就随他愿帮他隐瞒下来。”这谷祖一愣，想了想后犹豫到：“他天赋不展露出来，我们如何给他倾斜资源少族长之位？又怎么交给他？”山祖瞪了眼谷祖，没好气道：“有我们2人给他当靠山，整个江家谁敢说半个不字？”谷祖茅塞顿开，默默的点了点头。旋即山祖也不再多耽搁，挥了挥手，将正在参悟传承的一众天骄尽数唤醒，包括陷入昏厥的江乾坤。现在选定少族长话还没说完，江乾坤已然爆气：“太极功图，原来是你夺我传承！江雪，我要杀了你！”江乾坤注意到江泉手中的太极鱼，双眸怒睁，瞬间就明白了前因后果，双目赤红如血，周身煞气升腾，凛然的杀机宣泄如墨阴阳之气，蜂涌而出，加持手中的山河扇。山河扇演化一方瑰丽山河，大山巍峨，大河汹涌，恐怖威势滚滚，撼动一方虚空。给我死！江乾坤翻手轻覆山河，向江玄镇压而去。江无痕等5人脸色一变，纷纷冲出，欲替少尊族挡下。这是恐怖的神通。诚然以他们的实力，5人合力也绝不是江乾坤的对手，但他们丝毫无畏，因少尊，他们才能有幸进入神墓获得传承。光是这方恩赐足以他们为之复仇。而江明浩等3人则在一侧旁观，虽不明白江玄怎么又出现了，江乾坤又为何这般愤怒，但他们也乐得看到这一幕。虽然以江玄可怜巴巴的入神修为，不太可能同江乾坤2败俱伤，但哪怕只是伤了江乾坤一点，也是极好的。总之肯定对他们有利。江玄平淡地看着江乾坤杀来，神情没有什么波澜。他的修为固然尚在入神境，但他一身底牌，还真不是没有机会同江乾坤正面一战。江乾坤是化灵境巅峰不错，但他的修为境界毕竟强行突破而来，是虚浮的。爹爹，女娃眼睛闪过担心，然后没有犹豫，直接横在了江玄前面。他虽然心智如妖，但由于2代祖的炼化改造，他因爹爹而得以孵化出生，自然也真心认定江玄是他的爹爹。现在揭开了2层血脉封印，实力大幅度提升，抵挡一个化灵境巅峰绝对不难，甚至他有的是手段将其反杀。但接下来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，谷祖出手了，一指压出没有半点花哨的异象，只是朴实无华的一指，却仿若巍峨大山一般，将江乾坤的神通尽数压碎，连带着江乾坤也压趴在了地上。老实点，谷祖不喜地训斥道。江无痕等人惊奇不已，谷祖出手了，看其态度好像是站在少尊这一面的。江浩明、江峰和江北心中却是一跳，隐隐生出了重不好的预感。谷祖好像在偏袒江玄。
女娃也愣了一下，大眼睛眨了眨，闪过一丝后恼。这两个老家伙果然很恐怖，自己恐怕至少得再揭开5层封印，才能勉强与之一战。幸好自己刚才没有擅自开饭，不然可真就遭殃了。甚至就连江玄自己都有点懵，古物组织出手没道理啊！新闻越发谨慎了，难道自己的血脉真被看穿了？不行，得尽快把那天野秘术修炼起来了，不然分分钟被看穿，很没安全感啊！当然，最懵逼的还得是被压趴在地的江乾坤，他愤怒，他不理解，更觉得委屈。为什么？或许是对江巡的强烈恨意，江乾坤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怒火，在古祖恐怖的意志下，竟顽强地抬起了头，血红一片的眼睛望向古祖，嘶吼道：“敢问古祖，江玄窃取我的传承在先，我出手夺回，有何不对？”古祖不惩治江玄也就罢了，为何还要出手夺回？出手足，我敢问先祖，这是为什么？此言一出，江浩明三人的脸色顿时变了，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江玄窃取了江乾坤的传承，这怎么可能？或许传承皆是同精神空间中的灵魂烙印相呼应，然后降下传承灌入他们体内。江玄怎么窃取？他一个入神境，怎么可能有这样恐怖的手段？山祖看着不服气的江乾坤，轻叹了一声。江玄的资质妖孽，自然可以得到江峰老祖的青睐。言下之意，江玄所掌握的传承，并非窃取江乾坤所得。江浩明等人闻言，心中稍松了一口气。固然他们惊奇于江玄和江乾坤竟然都得到了江峰老祖的青睐，这种情况从未听闻过，也不曾出现过。但相比于江玄拥有窃取他人传承的手段，他们明显更倾向于接受山祖的说法。可是江乾坤却是一个字都不信，他被接连3次窃取了大道传承，早已趋于疯魔，内心早已偏执若狂，认定了江玄就是窃取了他的传承。山祖和古祖明显是在偏袒。我不信！江乾坤怒声嘶吼，贵为江家先祖，你们如此偏袒江玄，莫不是在蔑视我江家宗规？疯魔了的江乾坤仅存的一点理智也丧失了，竟直接怒斥山祖和古祖，斥责他们蔑视宗规。寂静一片，江浩明等人怔怔地看着江乾坤，暗呼这个人是不是疯了？斥闻先祖，这 TM 不是找死吗？果不其然，轰！古祖一指再度压下，江乾坤肉身崩裂，鲜血流淌。这还是古祖留手了，只是稍加惩治，休养几个月就能好。不然，以古祖的境界，一指足以将江乾坤碾成齑粉。我是江家先祖，如何执行宗规？我说的算。古祖淡漠的看着江乾坤，淡淡道：“竟别说江乾坤、江浩明这些天骄了，就算是江玄，都被古祖这霸道的话题惊到了。但不得不承认，江玄心里很爽，有古祖给他撑腰。”那他以后在江家还不是横着走，还不带众人消化这句话？古祖紧接着又道：“我和山祖已经商定了，即日起由江玄担任少族长之位，江家上下共尊之。如有不尊者，只管来找我，老子见一个杀一个。”第31章得少族长位，江浩明等天骄脸色骤变，不可置信地望向古祖，心中充斥着疑惑、愤懑和不甘。他们对少族长之位都志在必得，也自信自身底牌众多，绝对可以力压其他人，夺得少族长之位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古祖竟然直接钦定江玄为少族长，这场争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那他们此行算什么？单纯是为了陪江玄走个过场吗？几人欲言又止，想要控诉不公平，可面对古祖那不容置疑的神态，心中不由得又起了歉意。先是一指镇压江乾坤，又直言不讳，不尊江玄者，见一个杀一个。他们实在不敢拿自己的小命去挑战古祖。更受伤的自然是江乾坤，先是接连3道圣迹传承被江玄窃夺，此行神木空手而归。他堂堂阴阳圣地真传，江家4尊之一，却成了被定在江家耻辱之人。古祖和山祖不仅不为他做主，还明目张胆地偏袒江玄，无情地将他镇压在地，像一只狼狈至极的丧家之犬，更是直接剥夺他们公平竞争少族长的权利，直接钦定江玄为少族长。恨不公！噗！怒火攻心，江乾坤一口逆血喷了出来，血洒一方，再也承受不住古祖那一只恐怖的威势，顿上江玄，而是昏厥了过去。对此，古祖和山祖并没有太过关注，甚至懒得再多看一眼，心中已然对江乾坤生出了厌恶之情，妒心过盛，接受不了自己的失败，这等心性怎谈大道？又能有几分真心为江家付出奋斗？祖弟试炼已经结束，尔等可以离去了。山祖目光扫视过一众天骄，最后落在了江玄身上，笑着挑剔。草民的对江轩道：“你现在是少族长，不代表你就永远是了，贵为江家的，当无敌于同代。倘若哪日你被同代天骄超越，那你就自觉退位让贤吧。无论是那位血脉返祖的妖孽，亦或今日降生的神骨，还是我江家其他天骄。”山祖一边说着，目光一边从江浩明等人身上一一扫过。他和古祖钦定江玄为少族长，江浩明他们肯定心有怨气，他不会明说什么，但也不妨给他们一点激励，一点幻想，他们心中的怨气自然也就转化为了前进的动力。另外，这样也可以鞭策江巡更加努力的成长。毕竟这小子这么狗，不给他一点压力，他真能和当年那位一样，狗到死也不渡劫。果不其然，此话一出，江浩明、江峰和江北3人眼睛都闭上了，已经皆是一辆不约而同的望向江玄，眸底泛散着丝丝戏谑以及深深的玩味。他们现在也听出来了，山祖他们明显是已经寻出了那位血脉返祖的妖孽，只是秘而不宣，应该是对方现在还很弱小，尚未成为对手，成长起来，所以以此方式保护对方。而江玄被钦定为少族长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强，只是山祖和古祖碰巧选中了他，给那位血脉返祖给妖孽充当挡箭牌，提防敌对势力刺杀。但他们将来不能从江玄手中夺得少族长之位，当那位妖孽出世之后，江玄的少族长之位一样的拱手之劳，让出来。更何况江玄只有入神境，他们怎么可能胜不过江玄？想通这些后，他们心里顿时舒畅了起来。面对众人饱含，江玄神色不变，心里却是直骂娘。两位先祖不敢忍视，他们分明是已经看穿了他就是那个血脉繁殖的敌人，所以才钦定他为少族长，然后故意不明说，让人以为血脉返祖的妖孽另有其人，以此为他打掩护，让他继续苟下去。这都没什么毛病，
可偏偏又说他这个少族长不是永久的，这不是故意诱导江浩明他们挑战自己吗？特么的，都来挑战我，我成了整个江家的焦点位，我特么还怎么隐藏自己血脉，怎么搞下去？回去之后得赶紧修炼天眼秘术。江玄心中暗道，不然他估计分分钟就得暴露了。回去吧。山祖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已挥衣袖，柔和的力量涌动，将神木中的江玄等人以及在祖地修炼的所有天骄全部送出了祖地。我们真的不苏醒本尊，走出此地，为那小子护道吗？谷祖面带担忧的看向山祖，犹豫道：我们也不如一帮老骨头，死了也就死了。那小子95的血脉浓度，比起2代祖，可万万不能有什么闪失啊！山祖眼眸微垂，语气平淡：那小子已经成为少族长，族内的长老自然知道怎么做。大事未临，以那些长老的实力保护江玄，足够了。你我2人若是出师为其护道，反而会引起动荡，引得敌对势力起疑心，更加关注江玄。这不是在为他护道，是把他架在火上烤。更何况，以我本尊一旦苏醒，最多只能存在3个月。3个月一弹指，江玄不见得会遭遇不测，你我就彻底灭了，岂不是白白牺牲了？或是寻得江玄这位血脉返祖的妖孽的缘故？山祖心里高兴，也难得的打趣道：你呀，就是关心则乱，失了分子。谷祖瞥了一眼山祖，呵呵一笑：是你说的，若江玄是血脉返祖的妖孽，你就从神木中爬出来，为他驱车护道。现在不承认了，江玄需要我的时候，我自会去帮他，会走出赴死。山祖淡淡道：两位先祖聊了很久，自我埋葬了100万年，难得魂石走出一次，自然要消解一下岁月带给他们的无尽孤独。良久后，恢宏的神木轻轻颤动，荡漾起层层乳白色的神辉，再次划破星空，回归深邃的星河。而此时的江家上上下下已然陷入了沸腾。拜见少族长，江家祖峰上，江玄等人自祖地归来，江家上上下下一众长老、各脉族老、大能乃至天骄弟子纷纷拱手行礼。山祖和谷祖钦定江玄为少族长之时，已然宣告整个江家，无论他们认或是不认，都改变不了江玄显然已经江家少族长，未来手握江家权柄，执掌长生江家这一既定事实。哪怕他们不认可江玄的天赋和能力，亦或心有不满，在现在这个情境下，都万万不能表露出半点不满。谷祖那句不尊者见一个杀一个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他们谁也不敢愿意用自己的性命试探谷祖这句话的真实性。第32章来回反转，谁在谷里？江浩明、江峰、江北自然也在此列，彼此互视一眼，压下心头，挑战江山。江玄夺回少族长之位，得躁动，老老实实的拱手拜礼。现在还不是挑战江玄的时候，毕竟两位先祖方才刚宣告江家，他们若反手就去挑战，无论胜负都是在打两位先祖的脸。最基本的做人道理，他们还是懂的。更何况他们所获得的传承还没有完全参悟消化，完全不用急于这一时，等他们完全掌握了传承，战力蜕变，再进行挑战，定然可以做到万无一失，轻松碾压。江乾坤并不在此列，被送出祖地的时候，山族已经引天地灵气为他疗了伤，自然也就苏醒了。面对霸占了本属于他的少族长之位的江玄，江乾坤实在压不下心头的恶气，更别说让他对其躬身行礼了，那还不如杀了他。哼！江乾坤怒哼了一声，直接掠空而去，归为4尊之一。在这重要时刻突然离去，惹得众人惊愕不已。诸多长老更是眉头紧皱，心头生出一丝不喜。江乾坤一脉的族老大能，此时脸色也有些难看。江乾坤不遵礼数，惹得长老厌恶，他们这一脉都会遭受牵连。这其实倒也无妨，他们脸色难堪的更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理解，以江乾坤的实力，居然没有夺得少族长之位。最为关键的是，居然还是败给了江玄。江玄的修为只有入神境，在4尊之中，明明是垫底的那一个。将乾坤化灵境巅峰，又掌握了阴阳圣地的诸多道法，他怎么会输给江玄？当然，不理解的自然不仅仅只有江乾坤一脉，江浩明、江峰、江北，甚至说是全世界。除却江玄这一脉，各大脉系的人心里都很疑惑，很不理解，祖地试炼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少族长之位怎么会被江玄夺去了？无论谁夺去，也特么轮不到江玄啊！这时，老态龙钟的大长老走了出来，注视着江玄，苍老的眸中带着期待，敢问少族长，你近日是否血脉返祖？此言一出，整个祖峰寂静一片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江玄神身上，心思各异，又若有所思。若是江玄是那个血脉返祖至95的妖孽，那获得少族长之位倒也在情理之中。江玄不动声色，摇了摇头：大长老高看我了，我哪有那气运血脉返祖？这大长老显然没料到会是这种情况。见状，江浩明走出转述了山祖说的话，众人闻言看向江玄的眼神顿时有了变化，尤其是各大脉系的族老大能心里更是活络了起来。原来他们各脉的天骄还有机会，大长老在内的一众长老眉宇微凝，方才的激动顿时没了大半。血脉返祖的妖孽不是江玄，那究竟是谁？为何要隐藏下来，迟迟不肯表露身份？显然，此刻在众长老的心中，也已经把江玄这个少族长当做那位血脉返祖的妖孽的挡箭牌了。尊崇、看中之情自然也就减弱了不少。这一切看在江玄一脉的人眼中，顿时急了，看向江玄，欲言又止。对此，江玄却是呵呵一笑，淡淡道：我尚未传承消化，先行一步，而后牵着女王一脉，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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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着自己这一脉的人漫步离去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众人才注意到江玄居然搀着一个小女孩，不是进入祖地试炼的吗？这个小女孩哪来的？众人心头升起了疑惑，可转瞬又消散了。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女孩罢了，不值得讨论。他们关注当下最重要的是倾尽资源助力自己这一脉的天骄，让他们尽早挑战江玄，将其取而代之。抱着这样的心思，各脉的人也纷纷离去，只剩下一众长老彼此互视，面面相觑。大长老江玄明显是山祖推出来的挡箭牌，
那他少族长的身份，一位长老面露迟疑。猪多长？二长老也纷纷看向大长老，面带疑惑。一个挡箭牌还要给予他少族长的修炼资源和身份待遇吗？一切照常。大长老眼眸深邃，淡淡道：“既然是挡箭牌，那就更要装得像一点，不然怎么迷惑外界势力？护道人的规格也是一样。二长老，你去禀请太上，为江玄护道。”大长老吩咐道：“记住了。”大长老看向众长老，眼神威凝，严肃道：“江玄是我江家少族长，他就是那位血脉凡族的妖孽。”一众长老先是一愣，随即便领悟了大长老的意思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是，好消息，江玄血脉返祖的信息确实隐藏下来了，没有人怀疑。坏消息，大长老打算把江玄当作血脉返祖的妖孽，迷惑外界势力，吸引火力。若是让山祖知道大长老的一切，这一系列安排恐怕得气的从神墓里面爬出来，亲自问候一下大长老究竟是什么一个脑回路。江乾坤所在道场，愤然离去的江乾坤回到道场后，遣散侍从，唤出了一方灵气，通讯自己在阴阳圣地的师尊。阴阳圣地圣主，阴阳之气灌入灵气中，激荡出灰色的光辉，阴阳道纹铺散，逐渐勾勒出一方朦胧的阴阳镜。阴阳镜中呈现出一道虚幻的身影，虽感知不到半点气息，却仍有一种直面无上存在的窒息之感。江乾坤连忙跪倒在地，恭迎师尊，何事唤吾？阴阳圣主俯瞰江乾坤，语气淡漠，回禀师尊，弟子失败了。江乾坤身体颤抖，强忍着内心的不安，诚惶诚恐地将祖地中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地复述了一遍。山祖钦定江玄为少族长，阴阳圣主神情威凝，直觉其中定有蹊跷，顿时心生猜测，莫非那江玄是那位血脉返祖的妖孽？江乾坤连忙摇头，十分肯定地回禀道。